观众来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三人行科技，我是汤唯。背插这个概念，想必在座的各位笔友应该都不陌生了吧？背后插线的形式，除了带来主机正面近乎无限的整洁观感之外，更重要的是装机过程也会更加的轻松方便，特别是对于紧凑型的小机箱而言。不过受制于体积和形态，IT 叉要想实现背插的话，无疑是任重而道远。或者说以极致体积为目标的 IT 叉，到底适不适合背插，还是有待商榷的。但紧凑型的 MAT 叉就不一样了，对于体积没有那么苛刻，选择这类主机的人也越来越多，主板和机箱也慢慢有了配套的背插产品。像今天这套我实际安装下来确实相当方便，装机体验蛮好的。所以今天这期咱们就来玩玩这套比较新的东西吧，聊聊这几样背插产品，也顺便谈谈整体的安装以及使用感受。那这次用到的机箱是来自罗斯大师的 C30 Pro， 这是目前市面上为数不多的支持背插主板的紧凑型 MAT 叉机箱，三围分别是429×205×313毫米，体积27.5升，相比同 MAT 叉主板加 IT 叉电源兼容的 C+ Max 会大上一整圈，你们可以大概的对比一下。而相对应的兼容性也有很大的变化，我挑几个重点来说吧。首先就是适配了背插主板，主板位做了相应的接线开孔，除了常规的接口之外，像这个板子背后的 M.2 位置留有空间，后期加装也非常方便，整个背线空间大概是2厘米左右。至于实际的安装体验如何，咱们一会儿就边装边聊吧。第二点是机箱顶部可以最大支持到360的水冷，散热上限会更高，并且因为加高了冷排位的高度，现在顶部冷排终于不会和内存打架了，高马甲的条子也毫无压力。然后是显卡的兼容性，如果使用14厘米 AT 叉电源的话，可以装在中间的位置，这样显卡长度可以来到420毫米，属于是来者不拒，6090来了都能装。那我这里的显卡倒是没有那么长，不让底部显得空旷，就还是选择电源下置。当然这种情况下，电源的长度就不局限于14厘米了，更长都是可以的。再就是主板旁边空出的位置更多，除了在 C+ Max 上就有的3.5寸硬盘支架之外，旁边还新增了一个最大14厘米长度的风扇支架，可以对着内存这边吹风，这个还挺有创意的。不过要想要风量最大的话，3.5寸的硬盘还是不建议装了。当然除此之外 ，C30 Pro 也保持了不同硬件组合多种兼容模式的传统，官方那边也写的蛮详细的，时间关系我就不一个一个说了。还有就是像什么家族化的外观设计啊，外铝内钢的双层结构啊，祖传提手之类的，也是这个系列的老传统，就不老生常谈了哈。接着再聊聊背插宇宙的核心角色主板。那自从元格的首款背插联名主板问世之后，各大厂商的纯血产品也在陆续亮相了。我这里用的就是华硕 TOP 系列的 B760M-BTF 引袭者 MAT 叉版型背插设计，除 CPU、内存、PCIe 这些插槽之外，其余的接口都被做到了背面，让主板正面更加简洁之外，对于紧凑型机箱的装机体验势必也会带来很大的改变。至于扩展接口和供电规格这些我就不深究了，基本上可以看作是元格 B7603 号的 WiFi 版。我这里搭配的 CPU 是一颗13代的 i7-1370 的 KF， 那因为这张板子目前只有第4版，所以内存用的4条8G 3600兆赫兹的阿斯加特博拉奇一次插满，满足强迫症。散热是恩捷新款的海妖 Elite 360水冷，这里使用基本3代替换了原装的风扇，冷头相比于之前的 Z 系列尺寸稍微增大了一些，亮度更高，分辨率也更高了，配合极简的圆形设计，颜值更上一层楼。就是说咱们这个阿斯泰克的8代方案到底啥时候端上来啊？显卡是华硕 ProArt 系列的4070 钛，那这张卡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小，真的太小了。相比于4070钛其他系列夸张且溢出的散热规模，它只有30厘米长，宽度基本没啥越肩，厚度也只有 2.5 槽，几乎所有的 A4 机箱都是可以装的，并且这个黑金配色、简单线条勾勒的低调设计也是相当耐看。反正这个外观我个人是可以给一个很高的评价。那满分5分，你们也不妨在弹幕上打个分。电源用的是海运新款的 Focus GX1000，也就是 ADX 3.0 的版本。PCIe 5.0原生12伏 High Power 供电接口，同时维持了14厘米标准长度。这次就刚好用原装的压纹来试试背插走线吧。风扇方面，除了冷排上的3把正液积木之外，另外还用到了1把正液和3把反液的积木。硬件看完，开始装机。那 CPU、内存、M.2 硬盘这些的安装和普通主板自然是没啥区别，装好后直接整个放入机箱。顶部冷排这里就不需要像常规主板那样先提前接好 CPU、冷头、风扇供电等等线材了，把风扇线穿到背面后，直接顶部固定冷排即可。机箱底部也是同样的道理。常规主板装好显卡之后，下面的接口就很难插了，特别是还要加风扇的情况下，所以需要提前插好线，有时少了根线还得拆掉重来。背插的话就完全不用担心这个问题。装好其
其余硬件来到机箱背部，剩下的各种插线就轻松加愉快了，也不用在正面束手束脚。那我这里用的是积木风扇，线材倒也不多，如果是常规扇的话，肯定是一大把了，所以这里就简单梳理了一下。那需要注意，这个箱子的2厘米左右的背插空间其实是比较极限的，理线的时候最好不要绑一大根，否则突出太多会盖不上盖子。像我这样绑松一点，尽量摊平就行了。另外，如果电源向上走线的话，多余的线材也可以塞到冷排背后的这块空间里，不过我这里就没用上的。最后来到正面，除了冷头线和显卡供电线之外，是基本看不到线材的。好在目前也已经有了隐藏供电的显卡了，还不止一种解决方案，希望后面能选择的型号越来越多吧。风扇方面，底部和内存风扇支架上我装的是反液，其余都是正液。那满分5分左右的成品效果，各位也不妨来打个分吧。这里也惯例称了一下重量，满配一共是13千克，26斤，用来健身蛮不错的。最后是测试环节，不得不说，重庆的夏天真的是太适合测温度了。室温30度下双烤10分钟 ，CPU 1370KF 维持在大核5.3吉赫兹、小核4.2吉赫兹的满状态，功耗216瓦左右。当然，这个功耗是我提前在 BIOS 用104微码的方式降压之后的，默认肯定是不止这个功耗。此时核心的最高温度在88度，其余则是80度出头。显卡 ProArt 40千台功耗285瓦，频率2200兆赫兹，核心温度最高在71度。此时插线板整机功耗621瓦，整体温度表现对于一个玻璃侧头的紧凑型机箱来说还算可以。通过侧面可以看到，热源主要集中在显卡背部和冷头下方这一块区域，前脸的进攻倒是蛮积极的。内存旁边加装的风扇会有很大一部分功劳。不过，所有风扇满载的噪音还是不低，分贝仪显示在54 dB 上下，实际的听感如下。实际游戏选择4K 分辨率下的赛博朋克2077进行测试，画质设置为过载光追加性能 DLSS 加补帧，玩热半个小时 ，CPU 只有60度上下，显卡最高在69度，2790兆赫兹的频率，游戏的帧数在60到70帧，此时的噪音表现就比较正常了，在47 dB 的样子。那正如开头所言，首次背插装机给我的感受还是非常不错的，在实际装机和走线上确实会更加的轻松方便，时间上也会相对更快，尤其是对于本次这种紧凑型机箱而言，装机体验真的会提升一大截。至于附赠的正面无线化，对于这类机箱感知就不算特别强烈了，毕竟本身就比较紧凑，就算用常规的主板去装，很多线也会被挡住看不到。这一点在海景房主机上的优势才会更大。倒是目前市面上能买到的背插显卡还是只有白色，和这次的黑色调不搭配，还挺遗憾的。希望后续这类背插产品能越来越多吧，给 DIY 玩家带来更多不同的选择。所以各位对于背插这种形态是什么看法呢？你后续会选择背插装机吗？欢迎在弹幕和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。OK， 那本期内容就这样了。如果觉得有意思的话，请3连支持一下。想看更多有意思的电脑 DIY 内容，记得点个关注。好了，我是汤伟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